我们这个单元要来谈一谈同居的这个生活的形态。那么同居是指的有承诺、有亲密，也有性的关系，可能是居住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有许多的人还没有结婚之前，可能决定先住在一起一阵子。譬如说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或者很多的地方，同居渐渐变成一种非常常见的生活方式，特别呢是对于千禧世代的人们和老年人。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同居现象是很常见的，大约有一半的女性以同居而不是结婚作为她和她的亲密伴侣之间的第一个承诺。这种同居的模式在高中以下的女性大约占了 70%， 而拥有学士学位或是更高学历的女性大约也占有一半左右。2000年以来，50岁以上的成年人的同居率也增加了1倍以上之多。全球的同居情形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有一些差别。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南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同居是年轻人之间常见的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文化的一部分。而瑞典呢，有 99% 的已婚夫妇在结婚之前是住在一起的，而且也有将近1/4的伴侣是没有合法的结婚的。这些国家通常会在小孩出生之后才会决定结婚，使关系合法化。美国人呢，则认为结婚是来确定彼此之间爱跟承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此，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对同居的看法跟意义。我们也发现，最幸福的同居的伴侣是那些看起来跟幸福婚姻的夫妇非常像的伴侣，他们也跟夫妻一样，共同分担经济以及照顾孩子的责任。纵观的研究发现，夫妻同居多年之后，不论他们的结婚之前有没有同居，同居之后才结婚，还是只是同居而没有结婚，其实他们的行为都表现得非常的相似，几乎没有差别。许多国家朝向对同居伴侣提供和已婚伴侣同样的权利和福利。譬如说，阿根廷会提供退休金的权利，加拿大会提供社会保险福利，澳大利亚的法律可以协助处理同居关系结束的伴侣他们的财产的分配。这些呢，都代表着国家对于同居这一个生活形态的重视，同时也代表着同居的伴侣可能有需要法律上面的一种支持的系统来协助处理因为他们的关系的建立或者是关系的结束而产生的法律上面的议题。这些部分也正代表着同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的形态。